今天我们一起来唠唠 UC 3位最顶尖的大绿背型战士，分别是小级别的大地鼠、中间级别的马哈基夫以及大量级的古鲁琼斯。这3位选手不只是各自量级无可争议的霸主，也是 UFC 的历史最佳之一。而且这3位选手也是 UFC P4P 之王在位时间最长的3位，可以说比其他那几位在位时间加起来都长，是真正的王者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3位顶尖王者。第一位大力鼠迪米崔斯·约翰逊，银量级的王者，银量级的历史最佳，我认为也是 UFC 的历史前5，通常也被称之为 UFC 技术天花板，无数职业选手都曾接受过他的指导。比如说马哈切夫、小约翰吕布、齐马耶夫、萨鲁基安都对他的格斗智商以及技术赞不绝口。技术这方面确实相当权威，站立、摔跤、柔术都是最顶尖的。最主要的是大力鼠的融合是最出色的，他把各家技术都融入他这个身体里，无论是技术的单线运用还是灵活发展，他都是最顶尖的。论战力，他能在战力规则硬刚泰拳天才罗唐，他又能在抱摔的同时使出飞身十字固这种逆天绝技。大力鼠的缺陷也很明显，他这个身体硬件是最吃亏的，哪怕是在银量级这么个最小量级，大力鼠的身体硬件依旧是最差的那个。当然身体硬件不出色，老天又给他开了另一个窗，如果没有力量和体格的优势，那就把灵活性点满，把格斗智商点满，把技术点满。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大力鼠经常在八角笼里以小博大，但是靠他逆天的技术拿下一个又一个对手。UFC 唯一一个连续卫冕10次以上的选手，几乎是打黄了当时的银量级。但格斗再怎么来说，它是一个分体型的运动，它是看磅数看公斤级的。大力鼠靠这具小身体称霸银量级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想达到双冠王这种最高级别的成就，大力鼠这个身体确实是不够用。就比如说当时银量级还没有设立，大力鼠打武王克鲁兹，只能说大力鼠的技术确实好，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夸张的身体差距。只能说大力鼠称霸单量级已经是极限了，他在银量级的体格就跟次中的马哈差不多。至于说双冠王的顶级成就，对这样身躯的大力鼠来说确实有点难了。历史地位到历史前5这方面已经是到头了，没有双冠王往上走基本是不可能了。而第2位顶尖大绿背型战士则是轻量级和次中量级2个鬼量级的双冠王常务夫 GOAT 伊斯兰姆马哈切夫。虽然说马哈的技术可能没有大力鼠那么好，没有大力鼠那么浑然天成的感觉，但技术也是相当全面，同样是站立、摔跤、柔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，在马哈切夫这套硬套体系下也是相当完美，相当够用了。战力武器库丰富，打击精准，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。主要马哈不靠战力吃饭，他的核心竞争力依旧是他万花筒级的摔跤， UFC 独一档的摔跤，再配上应对无解的地面控制、砸拳以及降服。马哈切夫的技术放眼整个轻量级、次中量级那是独一档的。除此之外，马哈切夫比大力鼠更强的就是他的硬件更好。马哈切夫的身体放眼整个轻量级那也是最顶尖的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8米的臂展。虽然说身体硬件不算多突出，但是体格大，这个身体相当厚实，力量、体能、格斗智商、技术这方面那也没得说。马哈切夫在轻量级除了与大爹的一番战感觉有点吃力，打的可能会输以外，其他比赛几乎是看不到马哈切夫有任何输的可能，哪怕是与钻石那场。虽然说钻石很强，马哈那场打的比较狼狈，但钻石想赢那也差飞鞭的了。马哈切夫如果想在轻量级卫冕的话，只要是他不出意外，几乎是可以一直卫冕下去。但马哈切夫选的是升到次中量级挑战更高级别的成就。按道理说，凭借马哈的技术，虽然说身体小点，升到次中照样嘎嘎乱杀，但可惜的是次中不是以前的次中了，次中是现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，混沌次中。现在这新生代一个比个狠，一个比个猛，就打家里能看出来，马哈打这些新生代虽然说能赢，但是也比较吃力，说不定哪天马哈打这些新生代就翻车了。但是马哈已经是无可争议的full GOAT了，如果想转正的话，虽然说现在看马哈挺难的，但是还是有戏的。我觉得马哈切夫在次中卫冕个3场，差不多就能跟骨头平起平坐。而为啥同为绿背型战士，骨头是无可争议的 GOAT？ 他到底强在哪儿？他到底阴间在哪里？他凭啥干了这么多邪恶的事儿，人们依旧称他为无可争议的 GOAT 呢？他到底牛逼在哪里？那么这期到这边，兄弟们，主播肯定是讲不完了，咱下期再唠吧。